公元前215年，秦始皇在巡视北方边境的时候，在燕地有一个名叫卢生的方士，给秦始皇进献图书说：“亡秦者胡也。”于是秦始皇回到咸阳后，便派遣将军蒙恬发兵30万北击匈奴。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秦始皇北击匈奴及万里长城。匈奴是居住在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之一，长期以来，他们一直活动于阴山以北、贝加尔湖以南的广大地区。在秦灭六国期间，各国都没有精力对付匈奴，匈奴便趁机南下，重新占领了北部边郡的许多地方，并以河南地为据点，直接威胁着秦朝的政治中心咸阳。于是，消除匈奴的军事威胁便成为秦朝统一之后的当务之急。公元前215年夏秋之际，蒙恬率领主力从上郡出发，经过榆林进入河套北部。杨翁子则率领偏师从义渠出发，经过萧关进入河套的南部。两路大军进入河套之后，便立即开始攻击散落的匈奴部落，但并没有遭遇到重大的抵抗。到初冬的时候，两路大军便基本将河套地区的匈奴部落肃清干净，匈奴残部向西北方向渡河逃窜。蒙恬意识到匈奴必然不会甘心地失去河南地，肯定会组织反扑。于是他先下手为强，第二年初春，他就率领主力从九原攻击高阙与桃山，另一路秦军则西渡黄河，进入贺兰山脉。两路秦军在高阙、阳山、北甲等地寻找匈奴主力，匈奴的头曼单于刚刚集结好兵力，准备南下进攻秦军，不料秦军却突然杀出，打得匈奴军措手不及。之后，蒙恬的部队连战连捷，给予了匈奴军巨大的打击。头曼单于被迫退出了阴山和贺兰山高地，北撤700余里，退到阴山以北的漠南一带游牧。至此，蒙恬北击匈奴取得完胜。此后，蒙恬的30万大军就一直驻扎在北边，威慑匈奴。为了进一步的巩固这里的统治，秦始皇在河南地设置了九原郡。公元前211年，又迁徙3万多户居民到北河、渝中等地垦田生产，开拓边疆，使这里成为富庶的秦地和抗击匈奴的后方基地。这次大规模的移民，无论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。它不仅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开发，而且有力地制止了匈奴的抢掠。秦朝与匈奴等北方少数民族的边界线长达万里，如果到处都派兵驻防是不现实的，而匈奴又以骑兵为主，机动性强，移动速度快。为了更好地防御匈奴人南下，在秦统一之前，各国对匈奴一般都采取在北边的边境上修筑长城，并派军队戍守。公元前213年，秦始皇下令将过去秦、赵、燕3国的长城连接起来，修筑一条从临洮一直到辽东碣石的万里长城。这条长城对于抵御匈奴的骚扰，保障内地人民生产和生活的安定，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同时，为了防范匈奴，加快行军速度和粮草输送的便利，公元前212年，秦始皇又命令蒙恬率30万大军，用了2年半的时间，修筑了南起咸阳的军事要地云阳临光宫到九原郡的秦直道。秦直道全部是用黄土夯实，穿越14个县，全长736公里，路面最宽处约60米，一般亦有20米，被称为世界上第一条高速公路。大体上是南北相直，所以被称为秦直道。这是秦始皇为抵御匈奴而修建的，与秦长城一样，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工程。蒙恬北击匈奴的胜利，不仅有力地制止了匈奴对中原的抢掠，而且进一步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开发。在长期的交往和劳动中，不少匈奴人南迁中原，逐渐同秦人以及其他各族人民共同居住和生产，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。夺回河套地区，并使该地区永远成为中国的版图。北击匈奴也是秦始皇统一全国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奠定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格局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在宣太后主政期间，平定内乱，重用白起，在伊阙之战中大败韩魏联军，进攻楚国，攻占了楚国的都城郢都，用他自己的方式灭掉了义渠。同时，他重用弟弟魏冉、米荣以及另外2个儿子，
公子亏和公子服，造成了天下只知有太后和四贵，不知有秦王的局面。而此时，因为一个人的到来，改变了这一切。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大秦崛起之远交近攻。公元前270年，魏冉准备派兵攻打齐国。正在这个时候，秦昭襄王接见了一个人，名叫范睢。范睢是魏国人，从小家境贫寒，在魏国大夫虚谷的门下做一名门客。公元前283年，范睢跟随虚谷出使齐国，在朝堂上，齐襄王对虚谷很不礼貌，怒斥魏国反复无常，虚谷唯唯诺诺，无言以对，而范睢则义正言辞地与齐王进行辩驳。退朝后，齐王就派人去游说范睢，希望他能留在齐国，并赏赐给他黄金、牛肉、美酒等。范睢一再推辞，并及时地给虚谷做了汇报。虚谷就让他把黄金退还，牛肉和美酒可以留下，范睢也就照做了。可等到回国后，虚谷就向魏国的相国魏齐诬告范睢，说他私受贿赂，出卖情报。魏齐听后大怒，命人将范睢抓来，严刑拷打。肋骨被打断，门牙被打掉，范睢在被打得奄奄一息之际，佯装死去。魏齐便让人把范睢用苇席裹着，扔到茅厕里，又让夜饮的宾客轮番往范睢的身上撒尿。天黑之后，范睢从昏迷中醒来，恳求足利的帮助，并答应给很多的好处。足利见他可怜，便给魏齐谎报，说范睢已经死了。酒酣中的魏齐就让人将范睢的尸体扔到荒郊野外去。范睢这才得以脱身，并化名为张禄，藏进深山，精心养伤。公元前271年，秦昭襄王派使臣王姬出访魏国，在郑安平的帮助下，范睢以张禄的身份跟随王姬来到了秦国。范睢到了秦国后，因为秦昭襄王对这些谋士和说客不感兴趣，所以范睢等了1年也没机会面见秦王。于是他就给秦王写了一封信，在信的末尾，他说他有治国的奇谋，但不能在信里写，一定要见了面才能说。于是秦王就给了他见面会谈的机会，而在这次会谈中，范睢就向秦昭襄王提出了著名的远交近攻战略。他分析说，目前7国之中，秦国最为强大，沃野千里，甲兵100万，雄踞4塞之固，进能攻，退能守，一统天下是指日可待。但是大王的臣子们却很不称职，秦国闭关固守了15年，不敢向崤山以东进兵。最近听说大王还轻信魏冉的话，要发兵攻打齐国，我认为这是在断送秦国的前程。秦昭襄王就疑惑地问，攻打齐国有什么问题呢？范睢说，越过韩魏2国攻打齐国，这是十分错误的，即使打了胜仗，大王又怎么能把得到的土地同秦国连接起来呢？依我看，大王应当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，要跟秦国距离远的国家订立盟约，减少敌对的国家，而后对离得近的国家发动进攻。这样每得到1寸的土地就是秦国的1寸，每得到1尺的土地就是秦国的1尺。具体的方略是这样的：韩魏2国地处中原，是天下的中心，大王如果打算称霸天下，就必须先亲近这2个国家，把他们作为掌握天下的关键，以此来威胁楚国和赵国。楚国强大就亲近赵国，赵国强大就亲近楚国。等到楚国和赵国都和秦国交好了，齐国必然恐惧，而齐国恐惧就会低声下气的来亲附秦国。等到和齐国交好了，那么韩魏2国就可以乘势攻取。就这样，范睢得到了秦昭襄王的信任，并采纳了他远交近攻的策略。公元前266年，范睢又对秦王说，天下人只知秦国有太后和四贵，不知有秦王。太后独断专行，毫无顾忌，魏冉出使他国也从不报告，华阳君和金阳君惩处断罚随心所欲，高陵君任免官吏也从不请示。魏冉的使臣操持着大王的重权，如果打了胜仗夺取了城池，好处都会归入魏冉，而打了败仗，秦国的百姓就会怨恨国君。秦国从最小的乡官到大官吏，再到大王的左右侍从，没有一个不是魏冉的亲信。我担心在您之后拥有秦国的，恐怕就不是您自己的子孙了。秦昭襄王听了这番话，如梦初醒，大感惊恐，于是便废弃了太后，把魏冉、芈戎以及公子亏和公子服都驱逐出了国都。
任命范睢为丞相，封为应侯。1年后，宣太后芈八子因病去世。他生前十分宠爱他的情人魏丑夫，在他即将去世时，传令让魏丑夫为自己殉葬。魏丑夫得知后十分害怕，便请雍瑞帮忙。最后在雍瑞的劝说下，宣太后才撤销了让魏丑夫殉葬的指令。接下来就是远交近攻的具体实施了。公元前262年，秦国攻取韩国的野王，将韩国的上党郡与韩国本土彻底隔断。韩王十分惊恐，派人到秦国谢罪。韩国愿意献出上党的土地，以求秦国退兵。秦昭襄王同意了议和的条件，但上党的郡守冯亭不愿意降秦，他将上党的17座城池献给了赵国。赵国接受上党，引起了秦国的不满。秦国决定出兵攻打赵国，长平之战爆发。秦国任命王和为主将，向长平发动进攻。赵孝成王命令廉颇迎战。廉颇构筑了3道防线进行防守，不主动出击。秦军攻破第1道防线后，廉颇退守第2道防线，在丹水两岸，秦赵两国形成了长期的对峙局面。随着双方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多，后勤补给消耗巨大，双方的国力都难以支撑。赵孝成王不满廉颇的防守策略，想速战速决。范睢也趁机派人携带重金到赵国施行反间计，到处散布传言，说廉颇很容易对付。秦国最害怕的是马服君赵奢的儿子赵括，于是赵王便换下了廉颇，任命赵括为长平战场的主将。他改变了廉颇的防守战略，带领主力进入韩王山一带，准备主动发起进攻。秦昭襄王得知赵括代替了廉颇后，也暗地里将白起任命为秦军主将，并严守机密。白起悄悄地来到长平战场，分析战场形势。随后，他命令一支25000人的部队偷偷地突袭到赵军的后方，截断了赵军通往邯郸的后路。又命一支5000人的骑兵越过丹水，插入赵军与大凉山的营垒之间，将赵军的主力和大本营分割成2支孤立的部队，同时切断了赵军的粮道。赵军主力在断粮46天后，赵括将赵军组织成4支突围部队，轮番冲击了4、5次，仍不能突围。于是赵括亲率部队强行突围，结果被秦军乱箭射死。赵括死后，白起将赵国剩余的40万人全部坑杀，只留下240个年纪小的士兵回国报信。具体战争详情，请看之前的视频沙盘推演之长平之战。长平之战胜利后，白起将秦军分为3路，继续扩大战果。第1路由王和率领攻占赵国的疲劳，第2路由司马耿率领夺取太原郡，第3路由白起亲自率领攻打赵国的都城邯郸，准备一举将赵国灭亡。那么赵国能被灭亡吗？我们下期继续讲邯郸之战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